如果你要去西藏旅游，当地的藏族肯定会给你讲一个关于西藏的传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科学至今解释不了的西藏神秘现象——说唱艺人。大家要是想和我一起学习写文案、剪视频，传播自己喜欢的知识，增收副业，可以来文中野混剪训练营。说到这个说唱艺人呢，不是我们理解的流浪歌手，但是他们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说唱和唱歌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来的。在西藏有一部史诗叫做《格萨尔王》，了解过它的人呢都知道，它的长度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可以提供这样一份数据：首先，字数《格萨尔王》有1000多万字，《红楼梦》是70多万字，要把《红楼梦》反复读10遍都不止。如果当地的藏民说，曾经有人把这套1000多万字的史诗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一般人都会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现在去参加极限挑战的那些奇人，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也很难完成这件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神秘事件是，在西藏，他真的有这么一类人，真的能完全的背诵下来。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过程，这群人呢，一般他们都还不识字，而更加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用了长达几年时间背诵下来的，而是突然一下子就会了。传说这个现象的背后它隐藏着西藏的伏藏之谜。我们先看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说唱艺人，他叫做桑珠老人。从小呢，他没有上过学，可以说他目不识丁。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盔甲、骑着白马的人，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格萨尔王。给他吃下了很多又厚又长的经书，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小桑珠醒来之后就开始念念有词，没有人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后来有一个西藏的老者就在旁边听了出来，这不就是格萨尔王史诗吗？而这个桑珠老人最后还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宝级人才，并且后来还有好多官方媒体想用光盘把这个老人说唱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但是录在2000多张光盘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背诵格萨尔王史诗一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桑珠老人呢，他突然就离世了，享年90岁。这个录制计划呢也就破灭了。但是非常神奇的是这个桑珠老人过世后不久，也就是在1989年，同样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一个西藏叫做西塔多吉的小孩子身上。这个9岁的小孩子呢，是边坝县一个牧民家的孩子。当时他在上小学，有一天晚上呢，他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他突然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天上还有彩虹。然后呢，他也看见同样一个穿着盔甲、骑着白马的人到了他的面前，并且还告诉他，你能来到这里是非常吉祥的事情。然后也同样在梦里呢，让他吃下了又厚又长的经书，并且还在梦中告诉这个孩子，等你回去一定要传承他们的历史。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这个西塔多吉的小孩子早饭也吃不进去，就去了学校。就在早晨第1节课的时候西塔多吉他一直就头疼，也听不进去老师在讲课。他的眼前呢，慢慢浮现出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藏文，他终于控制不住了，大声的说唱了起来。这一说就是2个多小时，同学都给吓跑了，只有这个老师最后听了出来，这不就是格萨尔王史诗吗？然后这个西塔多吉一唱就是1天1夜，他不吃不喝，进入了疯狂的状态。西塔多吉曾经这个神奇的经历呢，居然和桑珠老人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现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至今科学真的是无法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神兽吗？除了桑珠老人和西塔多吉，还有西藏纳曲的玉梅、西藏玉树的达巴扎巴、青海唐古拉的才让旺堆等等很多人，他们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00多位说唱艺人。而要破解说唱艺人的谜团，我们就要了解西藏另一个都市传说——伏藏。伏藏一词在西藏的含义是指将珍贵的东西埋葬，待到日后必要之时再将其挖出。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扬佛法，成为了藏传佛教的始祖。可当时莲花生大师发现，因为机缘尚未成熟，以当时藏族的知识还无法接受密法，于是在他离开西藏之前，将佛经、法器、佛具等埋葬在不同的地方，等到日后有缘人将其挖出，重新弘扬佛法。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被称之为伏藏。大家听到这里感觉没什么神奇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伏藏呢，它主要分为3种形式：书藏、圣物藏，还有实藏。书藏呢，指的就是佛经；圣物藏呢，指的就是高层的法器、遗物等等。这些东西被埋葬在瀑布、山岩等隐秘的地方，而最为神秘的就是实藏。传说这是由神灵将某种意识埋藏在某种特殊人群的意识深处，以免失传，等待时机成熟，开启智门，被实藏的经文就会源源不断的再涌现出来。而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唱艺人，就是实藏它最好的体现，并且实藏它不会是轻易使用的，除非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在西藏
藏历史上确实有2次规模比较大的运动，一次呢是朗达玛运动，另一次呢是近代的一次文化运动，在1966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关于这2次运动的具体内容呢，我就不说了。想要了解西藏的更有趣的未解之谜，我们下期继续。文中野混剪训练营，期待你的加入。